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观看黑影 TV，又到了室内的评测环节。今天咱们还是和跑步无关，是我的另一个爱好，键盘。我其实是个键盘爱好者啊，之前跟大家介绍过这块Keymove 的 K68这块键盘。这块键盘现在已经是我的主力键盘了，在这块之前，我的主力键盘是它。因为那些年呢，我的开发工作比较密集，所以这块键盘确实给我带来了很不错的开发体验。而现在呢，各种工作，包括说我们这个频道的视频，还有我的工作，还有我做3D 打印机，像这种键盘反而更加实用一些。为什么呢？主要对我来说就是这4个方向键。之前这块键盘的方向键是要靠组合键才能摁出来的，所以最近一直在用它。这个键盘的品牌商又给我推荐了一个小工具，是他们新发布的，叫Keymove P10，2合1的一个键盘的取帽的工具。为什么是2合1呢？就是它不仅能取键盘的帽，还能取键盘的轴。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啊。它这儿有一个简单的说明书，但是它有视频教程了。这是一个海绵的。把它拿出来，大家看，透明的是我喜欢的这种红色。这个就是本体了，它取帽的时候是这样的，是这边。相信这种大家应该都见过，很多键盘取帽的都是这样的东西，它是这样取的。弄进去卡住，然后往外一蹬，蹬的时候还是摁着点，要不然它会乱飞的。你看取下来以后就长这样，键盘里，这是一个机械轴。然后为什么要取帽呢？你看我刚取一个就已经看出端倪啊，我们再取一个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们拆了3个键以后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块键盘，我其实用了没多久，就是上次评测之前一段时间才开始用的。而且其实我是个挺小心谨慎和爱干净的人。你们看这个地方能看清吗？这个地方里边已经好多黑色的渣子、头发茬子，然后再近一点看，可能还能看见比方说头皮屑或者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至于取轴呢，还是这样，把这头收纳回去，这儿一卡扣，然后这边是取轴的，先给它摁进去，缩进去，然后把这个怼在这个轴上，然后摁这个，它就会咔把这轴卡住，然后一蹬，看整个的这个机械轴就下来了，然后这个轴就可以换。比方说你最近时间迷恋茶轴了，或者迷恋红轴了，就可以换。这个就跟清洁没有关系了。然后我们还给它放回来。像之前我用这块键盘的时候也一样，我每年都会清洁一次。那个时候是这个工具，这还是 HHKB 官方的一套工具。这个是这种夹子，就是这样的。但是这种你看大家看了吗？这个键就只能这样夹，像这个键也是。但是这个夹子呢，好处跟它比是劲儿相对大一点，但是坏处呢，它这儿有点锋利，有可能会把这键盘帽底下给抠开。我这键盘每年都清一次，我会在屏幕上配个图给大家看看我每年清键盘时候这里边有多脏。像这种键盘是静电容的，它里边那个轴我是不拆的，所以就换这种帽就好了。这个小工具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它不光是能拆这个帽，还主要它是能拆这个轴。它的宣传点就是2合1嘛，然后方便大家换轴。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，像这种标准轴的这种键盘，或者跟 Cherry 通用轴的键盘，你可以把某几个你常用的键换成不同的轴，体现出不同的手感。比方说像这个空格键这种大的键，或者回车键这种，比方说你用银轴的，主要都是银轴的，又轻，然后声音又小。然后你把这回车键弄一个茶轴或者什么红轴，咔最后一摁，然后那个感觉就跟传统中打字机你一打哗它又换了一行一样。这也是我迷恋键盘的一部分。好吧，今天就是一个简单的小工具的开箱。我觉得这个如果是键盘爱好者或者是机械轴的爱好者，确实是挺有意思的这个东西，因为它把换轴变成了比较简单一个事儿。这儿是这么一个原理，就是它这样先摁住，然后一这样，
大家看它会张开，但是其实它卡在键盘那儿，它就会伸到那个轴那个槽里边去。然后这样的话呢，你往起拿就比较的放心。像以前我看有人拿小尖嘴钳子去换这个轴，看着就揪心，稍微使点劲给捏碎了。这种机械键盘其实最贵的就是这个轴，像底下的电路板不值钱的。好，那今天就是简单的开箱和评测这个小东西。一会儿视频结束，我就把这块键盘全拆了，我擦一擦，好吗？那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大家还能希望看到这些小的科技小产品的开箱和评测，就在弹幕评论告诉我，然后我也给大家找更多的机会。毕竟我也很喜欢这些东西，说的东西可能对大家更有实际的意义。那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回再见。